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未来真正适合你们的职业或者说行业。那么你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未来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自己怎样的一种特质、能力或者说天赋。这次占卜当中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水逆啊 Mercury Retrograde。 这张牌意味的是你们在职业生涯方向上可能有着某种阻碍，可能你们对于未来的发展会有一点矛盾，因为你们的家人对你们有很高的期待和要求，或者说他们早就给你们铺好了一条路，会要求你们从事一些特定的行业和工作。你们现在可能陷入到了这种矛盾和挣扎当中，因为你们自己可能有一些想要从事的工作或者说热爱的行业，但是你们同时又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失望。所以说这张水逆是你们在职业发展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阻力，而且无法逃避。第二张牌呢 Earth Element Stability， 一种稳定啊，就是说你们未来的工作会具备这种土元素带来的稳定啊，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熬出头。这个行业的话需要时间和资历来沉淀，所以说你们未来涉及到的这种工作会非常的稳定啊，有着稳定的福利、稳定的待遇，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国家公职人员，比如说公务员啊、事业机关啊，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发展，这可能就是你们父母所期待你们未来发展的方向。你们想要满足家人对你们的期待和要求，但是你们自身可能又有一些不甘心吧，因为我们看到了这张牌啊 ，Escape 逃离，就是说你们可能感觉自己并不想活在那种一眼能望得到头的生活当中，你们感觉自己被困在了围城当中，你们感觉自己被环境束缚和限制，所以说你们现在的状态是既想要又不想要。你们想要逃离，也是因为你们的工作可能需要你们在一个很隐蔽的这种保密的环境下、氛围下进行，你们自身需要很低调，但是呢，你们做的工作又会很重要啊，所以说你们不能随便的去展示和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而第4张牌呢是 Mercury Mind， 你们的工作的话，未来的职业会涉及到大量的思考啊，这种密集的思维活动啊，需要思维的去传递，而且同样也需要你们自身具备一种灵感和创造力。你们的辛苦并不是体现在体力劳动上的，更多的是一种心智上的疲劳和内耗、自我消耗。所以说你们是那种情绪很容易波动啊，很容易过度思考。但是这张牌呢，其实也侧面预示着你们自身非常的聪明，在一些事情上面会比别人想得更长远，但是这样又会导致你们很容易焦虑、很容易浮躁。而且你们的工作是需要动脑子的，这种大量的思维活动会带给你们极大的消耗，会让你们感到很疲惫。所以说你们的工作一方面是很稳定的，因为有这种土元素啊，会遵循很多的这种规矩啊、条条框框。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们又需要处理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大量的思考。所以说你们的工作是有着很强的技巧的，是需要你们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的工作策略和能力的。那么第5张牌呢 Gemini I think， 就是说你们工作当中的人际关系会很重要啊，你们很多资源和机会都来自于你们自身所扩展的人脉，而且呢，你们自身的性格会很敏感啊，很善于照顾别人的情绪，但是却不是很擅长于表达自己。你们会经常一个人去消解自己内心当中的苦闷啊，所以说你们在人际关系上是有能力游刃有余的去把它处理好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你们也会感到很疲惫，因为你们会刻意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把不堪的一面留给自己。而第6张牌呢是 First House The Body，第一宫它带来的是这种外在的气质和容貌啊，也是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当中
虽然你们的工作并不意味的是靠脸吃饭，但是你们的这种气质、外貌、谈吐会给你们未来的工作和事业带来很多意外的机会、加分还有优势。那我们抽到的这4张牌呢，是你们未来从事的职业。第一张牌就是 Justice， 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一定会涉及到某种法律啊、法务啊，或者说某种怎么说呢，咨询行业，维护正义，或者说你们的工作是受人尊敬的啊，会有一些光环。第二张牌是 Healer 啊，就是说这组占卜当中可能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从事的是某种疗愈的工作，某种这种医生啊、护士啊、医疗行业，甚至有可能是心理咨询。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啊，你们的工作都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的。第3张牌就是 School， 你们这张牌的话，可能说你们未来的工作需要很高的学历门槛，你们在学校当中，你们会把自己人生当中很长一部分时间都贡献给自己的学校学业，有可能是未来的工作会涉及到这种教育啊、培训类型的这种行业。而第4张牌呢 ，You are on the right path， 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内心当中所想的就是你们未来要走上的路，你们现在正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不要害怕你们做的选择，因为你们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选择，而你们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命运安排好的必经之路，你们最终会抵达理想的彼岸。你们要告诉自己，现在所经历的困难一定会过去的，而你们未来想要的会拥有的，会到来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第2组牌的第1张牌就是 Water Element Sensing 啊，水元素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感知能力。也就是说，你们这组牌的话，你们适合做的工作，未来从事的方向和领域，需要你们自身拥有很强的觉察能力。那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感受和情绪，所以说你们自身的状态起伏会很大，经常会摇摆不定，在2个极端当中来回的波动。而且呢，水元素的话，它会带给人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要比一般人更加的敏锐，你们会更容易去发现一些被别人所忽略掉的细节和美好。那么这种感性呢，实际上会让你们在一些有技巧性的、需要艺术性的、需要一些天赋的工作上面，你们会表现得更加出色。所以说，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会有着很高的门槛。这种门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知能力，所以说你们的情绪必然是丰富的，因为太过理性会丧失创造力。你们未来的工作必然和自身的这种丰富的灵感，必然需要自身丰富的灵感和情绪来支撑。而第2张牌呢是 Capricorn I use， 就是说你们未来适合你们的工作，它一方面需要你们很强的天赋、丰富的感受能力，还需要你们一点点的不断去完成某种重复的练习。你们不断的创作和练习，会需要大量的思考，而且需要你们在这种不断的重复的练习当中形成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你们可能需要去阅读大量的书籍，请教很多前辈，然后不断的去汲取别人的一些方法为自己所用。你们未来从事的行业，它也是学到老活到老，一刻都不能停止。第3张牌呢是第5宫啊 ，Creativity， 它带来的是一种创造力。所以说创造这组牌，就是说这种创造力的话，对于你们来说，未来必然是和某种艺术啊、某种形式的内容创作有关的。你们向上的道路会很艰难，因为不断的会有人被淘汰。你们需要自身拥有非常强大的这种白羊座带来的热情，而且你们需要非常的自我，你们需要非常坚定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因为只有自我，只有坚持自己的道路，才能够让你们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说你们并不是那种
随波逐流的，你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而且我们抽到的这张 Saturn Return 啊，土星回归它带来的是 Age， 就是说因为土星回归它的周期是28年，也就是说你们在28岁的时候，你们的事业会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升期。在28岁的时候，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会得到周围人的认可，所以说在28岁的时候是你们事业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和突破点。而下一波轮回呢，就是又过28年，就是在你们56岁的时候，你们会来到你们事业的顶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张 Lunar Eclipse 月食带来的改变，就是说你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你们在现在所学习的基础之上所做出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抽到的这4张牌呢，第一张牌就是 Creative Expression， 你们未来所创造出的作品，它是来自于你们灵魂深处的，它是带有艺术性的某种完整的自我表达，灵魂深处的一种表达。所以说你们未来的这种作品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你们自身人格的一种映射。而第2张牌呢是 Music， 它代表的是一种和谐，或者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的话，可能未来从事的工作职业会有很强的技巧性，当然也包括音乐。所以说你们未来从事的工作方向是和这种音乐啊、娱乐产业有关的。第3张牌呢是 Builder， 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的作品，你们未来的作品会需要不断的打磨，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不断的精进。这张 Builder 它代表的是精益求精的一种匠人精神，就是说如果你们在未来某种艺术领域或者说音乐领域、娱乐产业会涉及到很强的创造力，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工作，你们需要很强的热爱和勇气，让自己不断的变得更完美，不断的向这个世界展示自己，用作品来替你们说话。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呢，它有着很高的淘汰率，会不断的有人被淘汰和放弃，能够帮助你们度过这段瓶颈期的唯有你们自身的这种热情。当然你们做的这种工作也同样会带来一种很强烈的职业光环。而第4张牌呢 Travel， 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未来的工作会涉及到大量的出差通过不断的旅行移动来找到创作的灵感。而且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也是非常热爱自由的，你们有着比一般人要更加丰富的灵魂，未来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会太稳定但是这种不稳定呢，又能够带给你们一些灵感，让你们去进行某种形式的内容创作和自我展示。所以说你们的人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必然是特立独行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的第1张牌 Fire Element 火元素，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这种火元素它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激情和能量一种热情。所以说你们是绝对不会甘心你们的人生被困在某个地方的，你们未来一定会去到更高处，甚至有可能是背井离乡。你们未来的工作可能就是会突破某种束缚和限制，你们会对一些社会规定好的传统路径有一种本能的反抗，就是说这种社会的传统并不会对你们造成约束，你们很有可能会选择一条很少有人会去选择的路，那条路会很曲折很艰难，但是同样也会很精彩。你们自己的人生会拥有比一般人更加丰富的路径和选择，所以说你们会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呢，这种权利和自由也会让你们背负一些责任和重担。所以说我们就是抽到第3组牌的你们，其实你们的这种欲望和野心也是最强烈的，
你们不会甘于一种平庸的人生，你们会选择不断的去踏出自己的舒适圈。而第二张牌的 Venus 金星，它代表的是一种美，一种美感，或者说关于爱。就是说你们未来的话从事的行业呢，它会和美有关，可能是有关于时尚业、娱乐业或者说传媒业等相关的工作。就是说你们对外展示出来的一种关于你们对于美的感知能力，会极大的帮助到你们的事业。你们的个人形象在工作当中也会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带给你们更多的机会。而第三张牌呢 Sagittarius 射手座，代表的是一种热情和激情啊，也就是说压力并不是你们工作当中的第一生产力啊，热情才是。你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会感到格外的有干劲，而那些事情就是你们未来要从事的工作。而且呢，第四张牌Libra I Balance， 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平衡啊，就是说你们的工作可能会涉及到某种管理，或者说工商管理啊，你们会成为一个领导者或者说决策者。那么这种平衡代表的是你们需要维持工作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平衡，你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大量的决定，这需要你们自身拥有非常敏锐的反应能力，还有就是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信息的一种能力。那么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你们的工作对你们整体能力有一个全方位的要求，你们从事的工作它会需要你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够有短板，它需要你们八面玲珑。所以说我们从牌面上来看的话，你们如果不是自己创业的话，你们一开始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很大型的组织和机构当中，充当这种管理培训生，你们会经历不同的岗位，然后不断的去在不同的岗位当中担任职务，然后接下来你们会对整个组织的运营的流程会非常的了解。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很有可能就是你们会被你们的位置、你们的职位会发生改变，你们会进入到一个管理层，或者说你们可能会开启自主创业。那么你们的工作的话也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或者说会涉及到很多的行业。所以说你们的这种工作内容的话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或者说会涉及到销售总而言之你们会就是说可能需要你们管理，或者说你们的工作会接触到大量的这种金钱。那么这张11宫呢 11 House Friends 它代表的是你们的工作会让你们有机会认识到很多朋友，新的朋友可能说你们未来也是和朋友去合伙创业、联手创业的。而且呢，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Grand Cross Provoker 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从事的行业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利益博弈和人际关系。Provoker 代表的是会产生很多的竞争，然后这种竞争又会制造大量的矛盾和冲突。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 Study 呢，它代表的是一种就是你们从事的行业是需要终身去学习的。而且这组牌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你们会经历一个比较重大的 career change 职业生涯的转变。这个转变可能是身份上的转变，或者说你们一开始在某个机构的流水线当中担任的是一个普通的岗位，然后你们会不断的去尝试和挑战，去到一些新的岗位和工作，然后你们会慢慢的把一个商业模式摸透，接着你们就很有可能会和朋友去联手创业。而第三张牌呢是 Practice， 代表的是在某件事情上不断的重复的练习。也就是说你们未来自主创业或者说成为自由职业以后你们做的工作每天还是在重复和循环一件事情，但是你们会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而第四张牌呢就是 Counseling， 它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工作会涉及到某种咨询行业或者说通过自身具备的某种专业能力去给别人提供指引、建议还有帮助。当然你们从事的职业也会结识到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他们都有可能会来帮助你们，或者说给你们提供一些信息。所以说 Counseling 它涉及到的这种咨询行业也意味的是信息的流动，能够让你不断的感受这个市场上它是以怎样的节奏
运转的。这种信息的交换啊，你们未来从事的行业会涉及到这种很商务的谈判啊，或者说贸易工作，会让你们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啊，会和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打交道，所以说这对你们的社交能力也有着很高的要求。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 Air Element Communicating 风元素它意味着是一种表达和沟通能力，说明你们未来从事的行业需要你们自身具备很强烈的这种表达能力和表达欲望，可能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去做一个沟通或者说演讲。而第二张牌呢 Third House 第3宫，它带来的是一种信息的交换，涉及到一些商业谈判啊、商务贸易啊，或者说它还会和互联网有一定的关系。而第3张牌呢是 Pluto 冥王星带来的 transformation 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你们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会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就是这组牌它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你们未来很有可能会从事有关怎么说呢，就是这组牌它涉及到的这种教培行业的信息是比较多的，或者说你们的工作会涉及到比较多的培训，或者说需要你们带一些新人入行。而第4张牌呢是 Sixth House Routine， 它代表的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就是说你们的工作是有着很强的约束的，需要你们遵循很多的规章制度，或者说条条框框的这种束缚和限制。而第5张牌呢是 Pisces I Believe， 双鱼座呢，它带来的是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信仰，就是你们从事的行业的话，你们需要有自身具备很强的这种理想或者说信仰，带着热情和激情去做它。那么尽管这个工作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优势和光环，但是同样它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你们需要不断的日复一日的去重复的做着某件事情，有很多的细节需要你们去把控，它是一个很劳心劳力的过程。而这一张 Cancer 呢 I Feel， 就是代表的是你们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你们开悟的时间是很早的，你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自己是谁，你们要做什么，你们未来要从事的工作和方向，你们人生的使命和意义。所以说对于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来说，其实你们的灵性智慧很早就已经开悟了，你们一直都在思考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因为你们在感受自己内心当中的声音，因为你们虽然说现在可能是身不由己的，但是你们不会一直去受到这种束缚和约束的，因为你们的这种灵性智慧正在觉醒，你们的自主意识正在觉醒。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Leadership 就是说你们拥有的这种很强烈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会让你们具备某种 leadership 领导力，就是你们未来会成为一个行业当中的佼佼者，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你们自身具备的一种天赋，你们会很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甚至是依赖在别人眼中你们是一个很真诚很可靠的人，这会天然的让你们在某个团体当中有一定的号召能力。而第2张牌呢是 Speaker， 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工作会涉及到大量的语言表达，这种语言表达会让你们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自我展示的机会。你们需要大量的语言表达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或者说传承某种知识。而第3张牌呢是 Teaching， 代表的是教育类的培训类的行业。而第4张牌呢 Children， 就是说你们未来可能会在工作当中接触到很多非常年轻的有活力的生命能量。所以对于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需要具备很强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能力和欲望或者说需要你们具备很强的号召力和领导力。这个未来的工作会极大的消耗你们，但你们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找到某种能够激励你们的东西，
能够让你们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回报。所以说，如果你们内心当中有任何的理想，那么就去行动吧。对待生命，你们可以大胆一点，因为最终我们都要失去它。在有限的人生当中，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那么这就是成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